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自然說中文，我是阿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了。小安，我的美國妻子小愛最近遇到了一件有點尷尬的事情。哦，她又在中國經歷了什麼社死瞬間嗎？哈哈，差不多。前幾天，一個中國朋友誇她的中文說得很好。這很好啊，小愛的中文確實進步很快。然後，她非常自信地看着朋友，笑着說了一句“謝謝”。哎呀，然後空氣是不是突然安靜了？對，朋友愣了一下，氣氛變得怪怪的。小愛回家後問我，她是不是很不禮貌？我完全能理解小愛的困惑，因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，我們很少直接說謝謝來接受誇獎。我跟她解釋，這就是中國人的客氣文化。沒錯，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聊聊，怎麼在中國恰當地表達客氣。如果你正在學習 HSK3 到 HSK4 的中文，這期節目絕對能幫你在中國避免很多尷尬。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，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並給我們點讚。今天我們會討論如何正確地拒絕誇獎、收禮物的極限推拉，以及搶着買單的藝術。回到剛才的話題，小愛問我，既然不能說謝謝，那如果有人誇他中文好，他到底該怎麼回答？你是教他說哪裡哪裡嗎？這是最經典也是最安全的回答。是的。結果小愛一臉茫然，問我為什麼要問他們方向？哈哈，這裡的哪裡其實是在表達我沒有你說的那麼好。我也是這麼跟他解釋的，但他覺得這很違背直覺。在西方，如果你誇別人，別人說哪裡哪裡，大家會覺得這個人沒有自信。是的，這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差異之一。中國人非常看重謙虛。小愛還問我，除了哪裡哪裡，還有別的說法嗎？他可以說沒有沒有，還差得遠呢，或者把功勞推給別人。對，這招我經常用。比如小愛誇我做菜好吃，我就說主要是食材比較好。結果小愛是不是覺得你在暗示他不懂做飯？有時候他確實會誤會，其實我只是習慣性的謙虛一下。就像我買了一件新衣服，別人誇我漂亮，我會說，哎呀，這件衣服好便宜的，隨便買的。小愛一開始也不能理解這種口是心非，明明花了一整天挑的衣服，為什麼要說隨便買的？我們總喜歡貶低一下自己的東西，顯得自己不那麼物質。不過現在有些年輕朋友會直接說謝謝誇獎了。是的，在年輕人之間可以直接一點，但在長輩面前，小愛現在已經學會乖乖說哪裡哪裡了。拒絕誇獎還好解釋，但是收禮物時的那套流程，小愛學會了嗎？他簡直覺得不可思議，他管這叫送禮時的極限推拉。為什麼中國人送禮物的時候一定要先拒絕3次？這確實像是一場拔河比賽。我記得小愛第一次去見我父母，也就是她的中國公公婆婆，她帶了很貴的禮物。嘿呦，外國媳婦見公婆，這可是重頭戲。小愛把禮物遞給他們，我爸媽立刻退回來，說：“哎呀，來就來嘛，買什麼東西，我們不要。”哈哈，標準的長輩台詞。那小愛當時是怎麼做的？他是個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美國人，他以為我爸媽真的不想要。
天哪，他不會把禮物又收回去了吧？他差一點就放回包裡了，幸好我在旁邊偷偷踢了他一腳。你救了他一命，如果他真的收回去了，場面會非常尷尬。我小聲跟他說，快點塞回去，至少推拉3個回合。這是為了表達你們都不是看重物質的人，只是看重心意。小愛後來跟我抱怨，你們送個禮真是太耗費體力了，簡直像是在打仗。中國長輩收到紅包也是一樣的，一定要假裝塞回去，然後最後勉強收下。哈哈，小愛現在送禮的時候眼神非常堅定，她會直接把東西放在桌子上說，一點心意，您必須收下。看來他已經掌握了送禮的精髓。除了送禮，還有一個客氣的終極考驗，小愛經歷過嗎？我知道，絕對是餐廳裡搶着買單，這不僅是客氣，簡直是一門武術。沒錯，在西方，大家吃完飯通常會平均分攤，也就是 AA 制。但是每次小愛和我那些中國親戚出去吃飯，吃完飯的時候，她都會被嚇到。因為大家都在收銀台前大喊大叫嗎？對，我舅舅和我叔叔為了搶着付錢，甚至會互相推搡。哎呀，我來，不行，說好了我請客的。小愛有一次偷偷問我，他們是不是真的生氣了？要打起來了。哈哈，別擔心，這只是他們表達熱情的一種方式。中國人覺得朋友一起吃飯，如果 AA 制，就顯得太見外了。後來我教了小愛一招，我們有一個中國朋友，為了買單，他甚至在吃到一半的時候假裝去上廁所。這是最高級的招數，尿遁買單法。結果等我們吃完去結賬，老闆說賬已經結過了，小愛當時全都驚呆了。這種默默買單的人，在朋友圈裡是非常受歡迎的。小愛問我，那如果別人請了我們該怎麼辦？告訴他可以說，那下次換我們請，這就是中國人的禮尚往來。對，這樣一來，我們就有理由再吃一頓飯了，維持長久的人際關係。接下來是我們的實用句式環節。今天我們學2個和客氣有關的句式。第一個是既然就，表示因為前提已經是這樣了，所以產生後面的結果。比如在別人非要買單的時候，小愛可以說，既然你這麼堅持，那這次就讓您請客吧。還有一個很常用的表達，不好意思，讓您破費了。沒錯，這是收到貴重禮物或者別人請客時非常客氣的說法。破費的意思就是花了很多錢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，很抱歉讓你花了那麼多錢。雖然嘴上說不好意思，其實心裡還是很開心的。接下來是我們的詞彙角。今天我們會學習3個重要的詞彙。第一個詞，客氣，客代表客人，氣代表態度，客氣客氣。這個詞大家都知道是禮貌的意思，但它也可以做動詞，比如別跟我客氣。是的，如果你的朋友來家裡玩，你可以對他說，把這裡當自己家，千萬別客氣。第二個詞，拒絕，拒代表抗拒，絕代表斷絕，拒絕拒絕。這個詞的意思是不接受、不答應。在中國文化裡，直接拒絕有時候會讓人覺得沒有面子。比如，雖然小愛不想要那個禮物，但為了禮貌，她很難直接拒絕。第3個詞，謙虛，謙代表謙讓，虛代表不自滿，謙虛謙虛。
謙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國美德，意思是有了成績也不驕傲。比如，他雖然是個非常成功的商人，但為人依然十分謙虛，總是說哪裡哪裡。好啦，又到了我們的課後作業時間。今天的作業是，在你的國家，人們通常是怎麼表達客氣的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用中文留言，分享你們的文化差異。如果你覺得這期節目對你有幫助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並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感謝大家的收聽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拜拜，下次遇到別人誇你，記得試試說哪裡哪裡。